我是大禹，穿過廢墟，只為真實。在大連普蘭店大潭街道，距大連城區85公里、高鐵站15分鐘的地方，藏着一座150億規劃的北方小屋鎮——碧龍潭溫泉小鎮。用無人機俯瞰，白牆黛瓦，石橋流水，宛如一片江南徽派建築群。但走近才發現，所有建築破敗不堪，四周雜草叢生，宛如《聊齋志異》中的場景。項目占地1950畝，總建面200萬平米，分3期開發。2012年開工，2014年一期竣工，556套房子一開盤便遭哄搶，當年全部售罄。轉眼第2年，房子賣光了，人沒住進來，開發商資金鏈就斷了。5星級酒店、仿古商街、高層別墅全部爛尾，開發商被列入失信名單，投資方停止書寫。237國際會議中心沿河景觀帶全面停滯，至今爛尾超10年。沒有商業，沒有公交，沒有學校醫院，只剩一片荒涼破敗的空宅大院。遠看是江南，近看是空城。今天就走進碧龍潭鬼城，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禹。咱們現在來的這個位置呀，是碧龍潭溫泉水鎮，它位於大連市普蘭店區，當地人把它叫遼南水鄉，但是我更願意稱它為遼南鬼城。在它大門後面，這兒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建築，這個應該就是它的銷售中心，上面寫着碧龍潭。可以看見門口的這2個麒麟身上的紅布都還沒有掀去，這個地方就已經停止營業了。同樣是人民法院查封了。我们来看看裡面。我看見一個很大的頂剩下的都給搬空了。可以看見這個保安亭已經徹底荒廢了。這上面還有法院查封的封條，2025年分的。來看右邊，這兒還有一個牌子，大連市旅遊攝影協會。門口的這些花紋看起來都像漢白玉的。哇，一進門一片狼藉啊！這個場景讓我想起我們在湖南的時候，江南古鎮，也就是我們的江南鬼鎮。這邊的房子也都是徽派建築，跟江南鬼鎮有幾分相像。這個地方規劃之初投入150個億，總面積1950畝，差不多有20個足球場那麼大。現在整個區域都已經爛尾荒廢了。走在裡面就像來到了中國古代的《聊齋志異》裡面的故事。讓我們進到這個建築的內部來看一看吧。這個地方拍一些鬼片、恐怖片，簡直再合適不過了。哇，看看那兒，都已經長草了。這個磚牆雕刻的還是很精美的，是2條龍，下面還有蝙蝠。可以看见這個建築整個是一個毛坯結構。
裡面根本都没有装修。这个是它的正堂，面积不是很大。这个院子呀，是一个独栋的別墅。哇，看下面，已經有很深的積水了，都可以養魚了。這個小院子呀，植被都已經很茂盛了，無人打理的院子就是這種感覺。這是一個獨棟的別墅，樓上還有好幾層，我們就不上去了。這兒有一個動物的頭骨，不知道是什麼動物，應該是比較小型的一種哺乳動物。這個地方呀，2012年開工，2014年開盤。開盤的時候呀，超400組客戶搶房，很快啊就售罄了。但是問題在於，房子賣光了，人卻住不進來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開發商資金鏈斷裂，後續配套啊沒跟上，很多投資客在這裡啊被套牢了。前面已經能看到那3棟30層樓高的建築了。關於這個建築呀，當地人還有一個非常封建的說法，說這3棟樓啊就像3炷香插在這個地方上。當然啊，我們是無神論者，但是放在這個地方有這麼一個寓意，非常邪乎。我剛才從網上查了一下，這家開發商啊是大連房源房地產有限公司，是大連本地的一家企業。這家企業呀，早已經劃入了失信人員的名單之中。它還有一家投資方叫順天海川，這家投資方啊非常聰明，看着大連房源集團啊資金鏈斷裂，趕緊停止了投資，及時止損。這個地方呀，現在差不多爛尾荒廢10年，投進去這麼多錢，也等於是打了水漂了。我們已經來到了這個建築的腳下，可以看見這3棟建築啊，真的很高大。表面上來看，和其他的小區沒有什麼兩樣，但是走近看，你看這些窗戶啊，都是黑洞洞的，一看呀，就是一棟爛尾樓。內部呀，肯定也沒有裝飾。這個門廳的瓷磚已經鋪好了，很多地方呀破損非常嚴重。10多年過去了，可以看見那上面已經開始掉牆皮了，下面滿地都是。這個建築的負一層啊，已經大量的滲入積水了。可以看見，那上面都已經長草了。門口啊，已經生了這麼大的一棵樹啊。我從網上看，556戶別墅已經完全賣出去了，寫的入住率極低，但是我進來發現沒有一戶人在這裡居住，這個呀和網上說的一點都不一樣。現在看來啊，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鬼城了。
這個院子呀，布局感覺很有意思。可以看见，它两侧并不是很对称。在前面有一个温泉池，但是没有修建完畢。上面啊是3層的結構。不得不說呀，這兒的自然環境還是非常好的，能稱得上溫泉小鎮，一定會有泡溫泉的優勢。進到裡面，就是一個除毛坯，這個應該是它的正門。我們是剛從後院走進來的，可以看見地下都掉落了很多碎瓦片。這個磚雕啊，還是挺精美的。這下面很嚇人啊！可以看見遠處啊，還有很多太湖石。當時這裡啊，也是準備修建一個蠻不錯的小院子吧，完全的利用這兒的生態資源。在我們眼前就是那個爛尾的5星級酒店吧。遠遠望去啊，這個建築啊還搭着腳手架，根本就沒有竣工。因為啊，剛開盤2年，這個地方呀就徹底爆雷了。感覺還是挺讓人震撼的。我的天哪！啊，我去看看。哇，這兒的草太深了。下面的水啊，已經成墨綠色的了。我剛從網上查了一下，有人說這個下面的水啊，有70-80米深，真是讓人太震撼了。這些是完成了的建築。整體來說呀，它這兒的建築風格還蠻統一的，包括那30層的高層大廈，它裡面的裝修啊，也和這些小院子保持一種風格。這個呀，比我們去過的大唐司馬，我個人感覺啊，這兒的房子修得更古香古色。看看，那下面也是積了大量的水。這些地方呀，常年無人看管，建築啊嚴重滲水，地基下沉。這裡啊，還有一個小橋，上面啊雕刻的全都是石獅子。看到這個獅子呀，讓我想起了盧溝橋。盧溝橋的石獅子呀，是非常有名氣的。站在這個地方，看這個景致啊，還是蠻別致的。我們再來看看這邊，
別說呀，站在這裡還是蠻有韻味的。這個綠柿子呀，它下面的紅布都沒有揭去。思源亭，想當年這兒的業主看了這麼漂亮的風景，一定會為自己的行動而買單吧。但是誰也沒想到，沒過多長時間，這裡啊就爛尾荒廢了，項目停滯了，這些業主的資金啊也打了水漂。我之前去湖南的時候，發現那兒的爛尾古鎮格外多，比如桃花源古鎮、大唐司馬，還有江南古鎮。但是啊，我到大連以後，發現這兒的爛尾項目也不少，比如香洲文化旅遊城，還有在它對面的養老小鎮，以及這邊的遼南鬼鎮，這些啊超大號的文旅住宅小鎮就荒廢爛尾在這裡。另外啊，我想和大家說一說，像這個項目呀，目前盤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，因為啊，首先它的面積非常大，另外啊，在普兰店這個地方，相對人口就比较少，距離大連也有1個小時的車程，所以啊，這些地方如果想盤活的話，難度非常大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與其盤活它，不如就擱置在這裡。當然啊，如果觀眾朋友們有什麼好的方法，大家也可以給我留言。我是大宇，每周帶你看一個讓你震撼的項目。等等，今天的節目還沒完，請先別走。忘了告訴大家，下一期咱們換個口味，去一個光怪陸離的雕塑園，那裡佛像與古今中外人物混搭，怪誕誇張，如今已半荒廢。如果喜歡這個節目，別忘了點讚、收藏、點亮小鈴鐺，才不會迷路。跟緊大宇，下期見。